地球原本是没有奥特曼的，直到出现了返场玉。网友说谢武被前途练得睡着觉，对此你有什么怎么认为的？就是觉得好刺眼，什么咱谢武的前途好刺眼，要不我把你眼睛蒙上？我自己吗？真的谢武真的太会来事儿了，这个角色。主要是同时，从这个谢武从小一直跟着侯爷嘛，所以这个跟着侯爷耳濡目染，所以也养成了很好的素质，这都是侯爷的机会。我可没教你这些东西。救救我！救救我！原来人不高兴想来的时候，心是会想的。侯爷听见了吗？侯爷，通公宝印用你说，也绝不。那场戏，王侯把常玉从战场上拉走之后，然后4个背影，4个人站在那站一排那个背影太好笑了。然后看到特别好笑的网友说，他说给他们4个人配文，你们还回家吃饭吗？对，我看到这个了，看到这个。谢武亲眼看到侯夫人以一己之力放倒2个主帅，对其敬佩不已。网友调侃，从此谢武直接改名为反武。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不敢说。说来，侯爷说吧。我觉得就是侯爷可以把我就是派去跟着侯夫人，但是我还是想叫谢武。侯爷这个答案满意吗？既要又要是吗？没有啦，就是在战场上你把侯爷迷晕了，我不是把你拽到一边吗？就那个，然后被网友截图说要把这个截图发给侯爷，然后那天呢，我给那个有一个评论，然后给他回复了一个，我说你是要毁了我，我说我的前途刚刚一片光明，你要因为这个毁了我。我跟你说，你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救命！您说我就知道了。臭嘴跑得比脑子快。拿着侯夫人，紧接着后边右手就折了嘛，就不能拿刀了。都是别，这都是网友的玩笑话。但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好像是当时我在拍戏的时候，才了解到的。那个，你知道为什么是7、1、2、3、4、5、6、7、8、9吗？因为重庆。其实这不是重庆，因为他们当时是武安侯打下江山的时候救下的人。对，我这帮兄弟都是过命的兄弟。是的。是。所以什么升官加薪无所谓，都是兄弟，有什么升不升官加不加薪的？所以主要就是不想升官才说这么多。我可没这么说啊。心碎了。我老板这样跟我说话，我会哭的。我觉得我老板在 PUA 我。直播即将开始。紫白金，直取新西兰 A2 元乳。开始了吗 ？OK， 开始了。我们开始了。养出元气宝宝。A2 紫白金。Hello， 大家好。我跟这个小九呢，今天作为这场直播陪看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让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张哥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林鹤，在主义中饰演的是武安侯谢征。是我们燕州军流血流汗抓来的，你们冀州军。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甜甜熹薇，在主里面饰演樊城玉。我家司马情投意合，马上就是一家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清晨，在主域里饰演满地。那也是应该的呀。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书伦，在主域中饰演谢武。樊都尉早已经有了夫婿。OK， 那我们的直播现在开始。今天呢，作为本场陪看直播的主持人，我跟小九呢一起来给大家当一个嘴替。那是的，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也有很多就是关心的问题，想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或者帮他们问一下。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直接开始啊。开始。第一个问题。谢震和樊长玉都有很多名场面嘛，然后现在我们带入一下角色，让你们俩互相评价，就是对方的最飒瞬间或者最心动的瞬间。却抢战俘动手伤人，
最飒的瞬间，最心动的瞬间。对，选一个就可以。最飒的瞬间，最飒的瞬间，他斩杀对方将领吧。哦，确实，街舞是吧？见证2次，见证了2次，是的，见证了2次。你是亲眼见证的哈？对，我是击杀记录仪，每次都在第一现场看着。然后每一次侯爷都叫谢武去保护侯夫人。侯夫人不太用我保护，夫人把我保护。我吗？娜姐呢？我觉得我选心动瞬间吧。我觉得心动瞬间有很多，尤其是在前期相处在西姑巷的时候，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在一起过年，他写对联的。哦，我就觉得很温馨，然后他帮助邻里乡亲，在写对联，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有魅力呀。是的，就感觉自己的喜欢已经，你们先走吧，已经跟那天的阳光一样，非常和煦的，让自己觉得身上暖暖的了。确实那个画面真的很暖心。军中人多嘴杂。如果给那个争相预警找一首进行曲，侯爷跟侯夫人，你们觉得哪一首最合适？自己不配，毕竟进行曲啊，都没看过几版。或者说对，那肯定是我们姐姐的歌啊。我对缘分小心，对啊，不放弃，不放弃。又讲了，是这么说吧？好的。有人把这一段给我截下来哦。一定会有的。那我会难过的。那小妹先告辞了。哎，下一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我能再唱一遍？你再唱一遍吧。可以再唱一遍。朋友们好好解哦，朋友们好好解。唱一遍更差的。刚才那个借口我还能用，我没好好唱来做借口。下一个问题，帮我。好，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很现实。你们认为谢珍和樊长玉的 MBTI 分别是什么？为什么 ？MBTI 啊，谢珍的 MBTI，首先他肯定是个 I 人。INTJ 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有。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格啊？是一个比较有计划、有自己规划的人。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也会有想法，心里面的一些东西也不会溢于言表。娜姐呢？觉得樊长玉是什么 MBTI？ 哥们儿。我觉得，因为我不太了解就后面那几个，但是我觉得长玉应该是个艺人。我同意。因为他对他的情感都比较外放，然后也很乐意交朋友，去对大家。小猫咪很可爱。是个艺人，暂且。OK。有网友说这个谢珍跟陶太傅是同担，因为当时有一场戏，我记得就是谢珍跟他说我娶了一个夫人，然后陶太傅又说我认识了一个干女儿，结果发现两个人说的是一个人。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同担都来了。是很爱长玉的人。对，然后我们俩虽然是。我们俩是从不同角度欣赏常玉的人。对。但是正因为找到了陶太傅这样的一个同担，所以我跟常玉的感情才会越来越好。我记得当时是谢家军哪两位？是3还是5？还是3还是5还是9？在门口偷听说他们两个说的好像是一个人。不是我。可能是1、2、3、4、5全都在偷听吧。
都在听。不知大监找本宫来。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单人问答环节，还是先由我们的亲友团进行提问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问侯爷的。谢征从严正到武安侯的身份转变，你在当时的表演上是怎么做出区分的？其实前期在西固巷的时候，他做严正的时候会比较藏着嘛。然后我之前也说一个词儿叫做藏锋，就是把他身为武安侯身上那种狠劲儿、锋利的气息藏一藏，就更加融入在西固巷的那种温暖的氛围里边。所以他会去写春联啊，他会很照顾宁娘啊，他会跟那些街坊邻居打成一片，也会帮樊长玉去解决了很多糟心事儿。然后到后头变成谢征的时候，其实到了军中，到了朝堂之上，就会有他作为武安侯的一份责任起来，所以说这时候他的锋芒就会显现出来。这样两个严正跟谢征的角色就会差距就会拉开嘛。而且我觉得就是严正变成武安侯之后，还多了一项属性，就是动不动就愿意自残，自己割自己。不是怎么说话呢？那不叫自残，那叫时刻让自己保持清醒。不是我说的是不能让爱情冲昏了头脑。哇，谢武都这么有事业心，谢武都有这么有事业心，侯爷也不能输，对不对？别，那个谢武是侯爷的兵，只是说当时看到侯爷。谢武，你再多说一句，你的前途就没有光了。好，闭嘴，我不说了。可以用言睡觉。我们接着问第二个问题。网友调侃这个武安侯的这个身上雷点特别多，就是雷这雷那雷一切。对此，谢征有什么想回应的？雷公吧，就是雷公嘛。本宫。他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同在屋檐下，难免会沾染上一些军师的做派。还有一个就是你认为武安侯这个身份对于谢征来说意味着什么？武安侯的身份对于谢征来说，武安侯以武安天下的意思呢？其实武安侯在谢征身上的体现就是谢征身上有一份很强的责任在他的肩头上面，他得去对得起侯爷这身份，在军中而且必须得遵守军纪啊，或者说必须得去保证他管的这一片的人民的安全。所以说当上谢征之后，他也会就大家看上去会锋芒会毕露一点。也是因为他只有这样了才能够稳定军心，让大家都信服于他。知道侯爷公务繁忙。行，那我接下来问一下阿姐吧，好不好？抽不出空来跟老奴见上一面。第一个，樊长玉从市井屠户女成长到沙场女将，你觉得过程当中樊长玉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他心态的变化，因为他在临安镇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杀猪娘子，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养20-30头猪，对，然后跟妹妹跟谢征一起跟严正一起，对，就是愉快的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因为寻妹寻夫，然后他走到了战场上，他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之后，他会觉得自己激发起了自己内心那种护卫国家的那种什么心，保护之心吧，保护欲吧，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既然上天赐予我这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它来保护更多的人呢？我觉得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樊长玉就长大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勇敢，可以这么说。第二个问题，
网友说军营常玉的跑步姿势很像奥特曼，你常玉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地球原本是没有奥特曼的，直到出现了樊长玉。那个跑步姿势真的特别萌。哎，小九，你说是不是那个山坡很滑？哇，那个山坡真的很难跑，好吧？大家倒回去看小九，他们这杀猪小队没有一个姿势那个说是本侯像写真的。真的，我回放杀猪小队每一个人跑的很像个玩偶一样，那咣咣咣的上去。侯爷，因为那个真的很陡。这是你们逃魂吧？我的粉全跑掉了，我从此以后不敢轻举。好，下一个问题。这整个结束之后，樊长玉最想实现的心愿是什么？你可以想那种特别夸张的，往大的想，什么都可以。如果什么都可以实现的话，什么都可以实现的话，我希望小镇安宁。我希望我能和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爱人一起，就是这么平凡的生活下去。明白。谁不想平平安安的过走一生？我只是不想败坏他的名。那接下来呢？我问那个小九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杀猪小队的一员，小九，你觉得满地在团队里是什么担当？满地是什么担当？除了马内以外，我觉得应该是团宠嘛，因为每一位哥哥都很宠，就是不管你做错什么，就是没错。然后阿姐就是特别，不是偏爱吧，但是就是那种特别，就是没关系，你做什么没关系，然后会一直保护满地的那种，连就是上战场都会让我就是站在他旁边或者他背后这样子，对，就应该是团宠。行，那你来问你一下谢武。好。最近呢，因为谢武呢也是大家热议的角色嘛，最近有这样一个问题很热门。好，网友说谢武被前途练得睡不着觉，对此你有什么怎么认为的？就是觉得好刺眼，什么刺眼？原来是谢武的前途。好刺眼，要不我把你眼睛蒙上？我自己蒙。真的，谢武真的太会来事儿了，这个角色。主要是同时，这个谢武从小一直跟着侯爷嘛，所以这个跟着侯爷耳濡目染，所以也养成了很好的素质，这都是侯爷的机会。我可没教你们这些东西。救救我！救救我！跟你说脸红了都，红了又红了，红了红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演员本人吧。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角色的嘛，接下来的问题来聊一下演员本人的。那我先来问一下联鹤哥吧。联鹤哥有没有刷到网友说谢征特别的有礼貌？因为入城的时候呢，身后那个骑着的都还是谢谢。你有没有什么想说跟网友说的？说实话，我当时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会有这个梗在里面，没注意。但是呢，这件事儿啊，但是我们之前就注意到嘞，当时我们在军营里嘛，是不是？对，我们在军营里边，就是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谢谢。这个军队非常好，谢武，你是不是你特地安排的？啊，侯爷，这个也是我该安排吗？你没安排，为什么不告诉我？对不起，侯爷，我错了，我自罚。做得非常的好，明天给你升职加薪。谢谢。更亮了。好，第二个问题是，联鹤哥如何评价网友说谢征一身班卫，严正勾栏做派的？哎，对了，你还不回济州府？网友说，既然网友能这么说，就说明其实严正跟谢征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对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物关系，
对，在西固巷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不该有太有锋芒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把谢征身上那个藏起来的那一点点的柔弱就带出来了，只是说平常不露，但他身上是有的。那当然，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嘛。对。我有2个问题问小田哈。首先第一个问题，陶太傅呢给常玉取自山君，你觉得山君这个词最贴合常玉的哪个特质？我觉得英勇无畏吧。就是山中老虎，勇猛又威风，而且非常像常玉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很有老虎的那种气质。可能也觉得我有点莽吧。特别威武，特别威武。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侯夫人能不能现场还原再说一次常玉特别出圈的那个语录？原来人在真正高兴的时候，心是会想的。来还原一下这句经典台词。我就只记得这一句哦。怎么说来着？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是会想的。好了，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的时候，心是会想的。侯爷听见了吗？侯爷，用你说。再岗了。然后现在我问小九一个问题啊，就是杀猪小队在严正跟常玉的感情关系中，你觉得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其实吧，在他们关系里边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管阿姐做什么样的决定，杀猪小队是会随时随地的支持他们俩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希望他们俩是好好的。那我们俩吵架呢？我们在那里保护阿姐。你明知道武安侯在付诸知道。那场戏，武安侯把常玉从战场上拉走之后，然后4个背影，然后他们4个人站在那儿站一排的那个背影太好笑了。然后看到特别好笑的网友说，他说给他们4个人配文，你们还回家吃饭吗？对，我看到这个了，对吧？我还刷到那种站一排，然后上面有很大的问号。对，挺好笑的。行，那我来问一下谢武，反正我的有，你的也不可以缺嘛。好，这个问题呢，我感觉你可能会有刷到过的。他说，谢武亲眼看到侯夫人以一己之力放倒2个主帅，对其敬佩不已。网友调侃，从此谢武直接改名为反武。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不敢说。说来，我也说吧。我觉得就是侯爷可以把我就是派去跟着侯夫人，但是我还是想叫谢武。侯爷这个答案满意吗？既要又要是吗？没有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郑家俊的问题。不为难他们。马上要为难了。第一个问题来喽。网友史明举报谢武拉了侯夫人的手腕，在此你有什么想对侯爷说的吗？然后侯爷想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就是在战场上，你把侯爷迷晕了，我不是把你拽到一边吗？就那个，然后被网友截图说要把这个截图发给侯爷，然后那天呢，我给那个有一个评论，然后给他复了一个，我说你是要毁了我。我说我的前途刚刚一片光明，你要因为这个毁了我。我跟你说，你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救命！您说我就知道了。臭嘴跑得比脑子快。
可以，让我们接着来第二个问题，这个很关键。现在此刻，作为武安侯是怎么评价谢武这个下属的？怎么评价这个下属啊？啊，哎，怎么说呢？眼力劲儿是有的，但是在关键时刻，关键时刻也不错。哦 ，OK，升职加薪的理由呢也都有了，但是就是不能给他升职。好，多努力一会儿啊，谢武。那树伦哥，你本身觉得谢武是工作怎么样？我觉得就是首先武安侯的手下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所以武安侯的手下必须要就是那种也是做事谨慎，然后考虑周全、雷厉风行的这种。然后就是对于那个网友说什么这个拉着侯夫人嘛，所以当时右手拉着侯夫人，紧接着后边右手就折了嘛，就不能拿刀了。别，这都是网友的玩笑话。但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好像是当时我在拍戏的时候，才了解到的。那个你知道为什么是写1、2、3、4、5、6、7、8、9吗？因为说不定。其实是不是说不清？因为他们当时是武安侯打下江山的时候救下的人。对，我这帮兄弟都是过命的兄弟。是的，是，所以什么升官加薪无所谓，都是兄弟，有什么升不升官加不加薪的？所以主要就是不想升官才说这么多。我可没这么说啊。心碎了。如果老板这样跟我说话，我会哭的。我觉得我老板在 PUA 我。我这里有两个关于杀猪小队的提问啊。首先，问就是满地出场的3集被打了6次，那么想问一下，小田跟小九拍打戏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吗？你父需要当驸马了，是真的吗？我觉得当时那个被棍子顶出来的那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薇娅，然后那个拍了好几遍。啊，那是你第一次钓薇娅吗？没有，但我觉得被你用那个棍子特别长顶出来，然后我们一起飘出来的那个还蛮有意思的。哦，就那个顶出来那个是你啊？哦，是我飞出来的哥。太那个镜头拍的，我们其实感觉他有超能力了一样。对抗陆兄弟。对。然后之前提到过，就是先拍的满地死的戏份，再拍前面的剧情。满地出场时，小田觉得很恍惚，很想哭。借此机会，满地有什么想对阿姐说的？阿姐又有什么想对满地说的？对，我也看到那个采访了。我觉得满地当时肯定就是在走之前，肯定会有很多想对阿姐和哥哥们说了，各种谢谢啊，因为你知道吧，从小都不知道在哪里睡觉是安稳的，就是到遇到了阿姐嘛，所以就谢谢阿姐，就是一直以来的照顾，还有给好吃的，还就是逐渐的让我们变成她的亲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满地一直以来都很感恩的一个点，但是有可能到时候那个点了就没有那个机会去说了。老樊，你看什么呢？阿姐有什么想说的？前几集好像说过，我就觉得满地是个很善良、不掌火点灯的、很善良、很可爱的小弟弟。然后昨天我看那场戏的时候，我在片场拍戏，然后穿着戏服，化着美美的妆。我看了完那场还没看啊，对，看那场戏，我又开始掉眼泪。我就一边用手机打文字，我昨天发了一条那个社交平台嘛，就一边打文字一边掉眼泪，然后后面金爷也发一条社交平台，说你是不是也边写边哭？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懂你。对，金爷写了个小作文。对，就是因为其实满地就是我们当中最小的，但是
他也是非常勇敢，虽然他小小的，他死之前，他说阿姐我没有怂，其实那一刻我觉得杀猪小队的心里面就觉得应该都碎掉了吧，都快。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剧迷啊，都在积极的刷弹幕讨论，然后都说我们逐一的弹幕非常有梗，然后我们每个人说一个自己觉得看到过最有意思的弹幕是什么。侯爷跑过去，最有意思的弹幕啊，最有意思的弹幕，前途被光照的睁不开眼。求求了。有红了，谁是那束光？谁是那束光啊？艾玛，你们两位哦，你们两位。侯夫人到你了。我觉得是我一直找不到我夫君的时候，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弹幕飘过，说要不你俩位置共享一下。其实就在我边上。就隔着一个帘子而已。我的不一定是最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是说什么？因为满地下线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看那种180秒的广告复活满地，各种这样的。然后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弹幕就是那个侯爷在追隋元清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见过侯爷，谢武留下来保护常玉。”然后弹幕上面写着：“啊，我吗？我吗？我吗？又我吗？又我吗？对，又是我吗？夫人不太需要保护。”然后大家都说咱们竹玉导演拍的审美特别牛，然后我们4位最喜欢的镜头分别是哪一个？每个人选一个最喜欢的镜头。最喜欢的镜头啊，哇，好难哦。最喜欢的镜头，有一场戏是我跟常玉吵架，就是在那个他救我的地方，那场雪地里边，他那个对倒在那儿的那场戏的所有镜头都觉得非常好看，他那个光就是阴暗的，暖冷的那个对比就很厉害。然后那场戏也很有宿命感，就是你救我于此又弃我于此的那场戏。所有证据都在指向他已经死。我也觉得那场很好看。可越证越可疑。还有其实战场的那些这个世上已经那些构图啊，那些氛围其实也蛮好拍的，还蛮有对。这些年早有我这边觉得说魏延奉旨持虎符求援兵，我特别喜欢就是隋元清跟满地挣扎的那几段，然后直到阿姐跑过来的那一下，我觉得整个画面整个情绪都特别的丰富，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一场。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杀完石虎之后，然后武安侯骑着马，然后把常玉抱起来，然后那个小兵的那个围巾一掉，然后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在马下那个对视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拍的特别厉害，那个太有感觉。然后 BGM 就响起了，对缘分小心翼翼。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大家的现实向的小提问。第一个是，如果角色之间我们4个人有朋友圈，彼此的备注会是什么？越来越近。要是能找到虎符就好了。我还搜查过长兴王的遗物。常玉肯定是常玉嘛。一无所获。这个隋元清满地可受刑，他也不愿意说出满地，他居然还有力气嘲讽我。满地，我想一想啊，刀把他剁了。被我打那个常玉宝儿。侯爷已经安排赵巡查验了尸首。谢武的话，死的并非隋元怀，是蓝氏从小培养的替身。谢武的话，替身不但辛劳苦思，就连身上的每处烧伤都是精心复刻的。那死在庄子里的女子身份，勿扰。赵巡辨认什么勿扰？是长信王妃。勿扰。完了，黑了。为求自保，不
阿姐呢？阿姐呢？我觉得给武安侯是时候该直严正了。划掉。要想抓齐民，划掉其他线索。武安侯划掉。还有吗？来回画，来回画，来回画。然后给弟弟的话就是弟弟，给谢武的话就是不扰吧，侯爷带出来的兵。看来，好，是有人没当做棋子，你呢，小九？正义。我应该给侯爷写个姐夫。姐夫。然后阿姐肯定就是阿姐嘛，加一个星星。谢武肯定就是谢武大哥，谢武。到我的话，我给满地的备注应该就是满地，然后给侯爷的备注是领导，然后给那个樊长玉的备注也是领导。一个隋元清还不够，领导挺多。看来我然后谢武的头像就是那种领导不敢委以重任的头像。可以。接下来的提问呢是杀青之后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们到现在还会偶尔想起来的？李家拿了我们那么多好处，现在还不见接应之人。杀青之后围追堵截，不是他们变了心。印象最深刻的戏呗。可以这么讲。印象最深刻的戏，不过说是的确是刚刚那个谢武说的那场，就是我掉马那场戏。然后那场戏其实是我们俩的情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嘛。这是情感上面的。然后其实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那场戏，其实还挺难拍。我得追，他得跑得比我马快，我还得追上去捞他上来。对，那个场戏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觉得很深刻的一场戏，其实是我们俩的第一场戏，在雪里捡严正的戏，因为那个时候也很难拍，是不是？是，你得摔跤那场戏。对，然后第一集，然后导演要求还很细，然后当时严正脸上全都是什么血啊，做什么特效啊，就拍得很细。是。然后我们说的两场戏都是其实我们俩情感上面最重要的两场戏。第一场是开始嘛，是的，我说那场戏是转折嘛，严正到谢征的转折。是的。那其实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戏了。但今天呢，因为我们就是时间很快嘛，我们就到这里，就是陪看就先到这里了。然后请大家多多上爱奇艺支持我们竹玉。对，然后现在进入抽奖环节，然后观看直播的观众可以参与一下抽奖，领取爱奇艺月卡会员，可以再来多多刷几遍竹玉。对，会有的。然后那个他们后台会处理，后台会抽奖。那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跟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再见吧，拜拜，再见，拜拜，赶紧去爱奇艺看竹玉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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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多多支持爱奇艺竹玉哦，拜拜，是因为你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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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中到了。那封信我看过。